电子游戏起源于美国，现在的游戏霸主也是美国。然而，上世纪的游戏大战，日本却赢了美国，成为了初代游戏霸主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，日本主宰了全球游戏市场长达20多年。最早开始搞游戏的是美国，论国力，美国也比日本强得多。那为什么初代霸主会是日本呢？这个问题似乎很少有人探讨过。今天不二酱就带大家来看看吧。二战后，日本爆发了激烈的左翼革命，日本差一点就成了共产主义国家。然而，在日本政府和美军的联合镇压下，革命还是失败了。日本政府在镇压革命的同时，还禁止了左翼人士担任公职，于是大批左翼人士涌入了日本文化界，他们要以笔作刀枪，把革命进行到底。这其中就有被称为日本漫画之父的手冢治虫。所以，日本明明是右翼执政，他们的游戏和漫画却经常会表达一些反战、革命之类的左翼思想，这就是左翼人士在文化界打下的基础。估计有人要问了，你说这些跟游戏有毛关系？当然有了，日本游戏的人才储备就是源于左翼人士大量投身文化界，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去做了游戏。你想想，人家是以革命的热情去做游戏，能不牛逼吗？当然，只有人才不够，还需要科技。二战后，日本靠着给美国做军需订单赚了不少钱，日本也是吸取了教训，投入了大量的资金，很快就把科技树点了起来。就在日本科技水平飞速发展的时候，美国资本家又送来了大礼。原来二战后，美国为了维护霸权，一方面和苏联军备竞赛，一方面不断对外发动战争。我们熟悉的就有朝鲜战争、越南战争等等。一来二去，美国损失了大量的资金，再加上70年代的石油危机，美国国内的工业生产陷入了危机。这一下，美国那些搞工业生产的资本家急了，必须要立刻转型去搞第三产业。那工厂和技术呢？卖掉就好了。哎，那日本最近不是发展的不错吗？卖给他们吧。就这样，天降大礼，日本从美国那接手了大批工厂和技术，又吃了一大波经验。美国产业空心化的危机也就此埋下，这个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。当时的美国政府也是气得直跳脚，靠你们这些资本家懂什么叫国家利益吗？于是美国一边强行制止资本家出售某些核心技术，一边开始用贸易战等各种办法狂整日本。这一幕大家是不是很熟悉呢？说句题外话，当时某人正好30多岁，美国对日本搞的这一波操作让他印象深刻，于是就你懂的。话题拉回来，日本吃了这一波经验后，科技强到了什么程度呢？看看这张表就知道了。这是1990年芯片销售额世界排行，前10名里6个都是日本公司，而且前3名都被日本包了，人才和科技都有了。下面就只需要一个发展游戏产业的环境了。首先要有资本的支持。二战后，美国文化产业非常强势，在全球疯狂输出，像美国电影、迪士尼、猫王、披头士这些都风靡全球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日本想在文化产业上和美国竞争，恰恰就需要剑走偏锋。于是日本想到的办法就是发展漫画、动画、游戏这样像当时美国并不重视的产业。于是游戏理所当然获得了日本政府和资本的支持。除此之外，日本还拥有非常适合游戏销售的自然环境。你可能经常会这么想，日本37万平方公里，住着1亿多人，是不是太挤了？如果你这么想，那就错了。其实日本比你想的还要挤得多。日本领土很大一部分都是山地，能住人的也就10多万平方公里，人口还集中于大城市。日本的东京、大阪、名古屋这3大都市圈就住着将近日本1半的人口。日本这样面积狭小、人口集中的特点，就决定了在日本只需要少量的街机厅和商店，就能辐射大量的人口，非常适合游戏的销售。最后还需要一个能够包容游戏的环境，这一点其实是最难的。绝大多数国家对游戏一开始的态度都是排斥、抵制的，不止中国，欧美也是如此。然而日本偏偏就是个例外。首先，二战时日本深受法西斯统治之苦，所以战后日本人非常反感政府干预民间活动，这个有利有弊。弊的话，这次疫情就看出来了，但是也有好处，那就是日本政府迫于民意，不敢去干涉日本文化的发展，
所以日本的文化一向是非常放飞自我的。所以从政府层面，日本游戏不会受到干预。至于日本民间对游戏也是包容的，这是因为日本的社会氛围就是这样，说难听了是冷漠，说好听了那就是不干涉别人。所以一个日本人哪怕他不喜欢游戏，他一般也不会去干涉别人玩游戏，更不会像某些明星的粉丝那样没事去搞什么举报。好了，以上这些就是想说日本是非常具备发展游戏的各种条件。所以从1978年日本泰东公司推出了著名游戏《太空侵略者》以及任天堂开始涉足电子游戏后，日本的游戏产业就开始了飞速发展。然而光日本自己的游戏厉害也不行啊，毕竟人家美国从70年代就开始做游戏了，美国的雅达利更是当时的世界游戏巨头。日本游戏想称霸必然要击败美国游戏，那么日本游戏是怎么赢了美国游戏的呢？答案是对，其实并不是日本游戏击败了美国游戏，是美国的游戏自己搞死了自己。你肯定听说过雅达利的 ET 外星人事件，大概就是说雅达利在取得成功后不思进取，开发了一堆重复且低质量的垃圾游戏，被称为史上最垃圾的游戏 ET 外星人发售后，美国玩家被彻底激怒，雅达利轰然倒塌，美国游戏也从此进入衰退。所以真就是雅达利自己不争气，凭一己之力搞垮了美国游戏吗？我觉得事实可能正相反，不是雅达利坑了美国，是美国坑了雅达利。那时候的美国在人才和科技这方面当然是不缺的，然而在环境上它出现了问题。我们前面说了，那时候美国的电影、迪士尼、音乐等文化全球流行，对于美国的资本家来说，往这些地方投钱收益大还稳妥。至于游戏嘛，一个新兴产业，我凭什么相信你能发展好呢？万一搞得我血本无归怎么办？所以雅达利始终是没有得到足够的资本支持。另一方面，我也说过，除了日本这种特殊情况，绝大多数国家一开始都不会对游戏有什么好态度。美国同样如此，在美国保守势力始终拥有很大影响力，这些人把游戏看作是洪水猛兽，利用各种手段打压游戏的发展。1993年，美国国会还专门举办了一场关于电子游戏的听证会，在会议上，一些美国政客对游戏进行了大力批判，他们的意思大概是关掉，关掉，一定要关掉，再不关掉这些游戏，小孩哪有美好的未来，哪有美好的前程，美国哪有栋梁之才。当然，根据美国的特征，他们还把枪击甩锅给了游戏，这也算是美国政客的传统异能了。所以在没有资本的支持，又被严重审查的情况下，后来的雅达利除了不断制造一些重复且低质的游戏外，还有别的路可走吗？雅达利和美国游戏倒下仅仅1年后，任天堂就推出了划时代的 FC 红白机，自此日本游戏迎来了黄金时代，成为了电子游戏的初代霸主。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20多年，直到 PS2 末期。想想现在日本游戏从王座上跌落也已经快20年了，但我现在还记得小时候回家就赶紧写作业，写完作业以后就求着父母让我玩一会儿红白机的那段时光，那时候玩10多分钟就无穷的快乐。现在呢，为什么就很难快乐起来了呢？不知道在座的各位还有喜欢日本游戏的吗？有的话就扣1吧。日本游戏的成功有它自己的努力，也有客观环境的影响。那么日本游戏为什么会失去霸主的地位呢？这又到底是因为日本游戏自身的失误，还是客观环境的改变呢？如果大家感兴趣，就关注3连一下吧。下一期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。那拜拜啦。